朋友你好，我是雪莉，欢迎收看《文史大观园》。大清道光咸丰年间，热闹的北京城、富庶的江南，忽然刮起了一阵童谣风。大街小巷的孩子们每天扯开了嗓门唱着二主争山打破头，蝴蝶飞过墙，江南作战场。这唱着唱着，这首歌谣竟然唱出了惊天巨变，动摇了大清的江山社稷。这是怎样的一场惊天巨变呢？清朝时期，苏州顾元凯出任广西浔州的知府。当时的知府大概相当于今天市长的级别吧。他从瓜州乘船一路西行，途中曾经停靠在萧矶。矶上有一座庙，供奉的是三国蜀汉的孙夫人。这位孙夫人既是刘备的妻子，也是东吴大帝孙权的妹妹。公元223年的一天，孙夫人经过萧矶的时候，突然收到了刘备驾崩的消息。夫人悲痛不已，就在此地哭主殉节了。孙夫人去世之后，因为她的一道英名保护百姓有功，受到了历朝的尊敬。到了清朝嘉庆2年，朝廷加封她为崇节惠丽宁泽夫人。话说这顾元凯的船因为傍晚遇风，不得不停靠在萧矶。当天夜里船夫做了一个梦，梦中的他走进夫人庙，看见庙内仪仗森严，很多奴仆往来奔走，似乎忙碌个不停。这个时候，一位夫人带着华丽的饰品，端身高坐在大殿内。一个判官模样的人上前禀报说，今天夜里靠岸的那艘船上有一个人将来会贻误大局，导致数千百万的百姓丧生，不如趁着现在就把那人溺毙吧。夫人微微笑了笑说，你的想法很好，然而这等大劫难，即使是上帝也只是听其自然，我们又怎么能阻挡得了呢？随即就让他出去了。船夫听到这里，一下子从梦中惊醒。这夫人的命令使得顾元凯等人最终都安然无恙。顾元凯到任浔州之后，当时桂平县的洪秀全等人正在宣传拜上帝教。当时的洪秀全出手治好了很多人的疾病，深得百姓的拥戴，很多百姓心甘情愿地归属他。当时桂平县的县太爷李梦群借口拜访乡绅之际，密谋抓捕了洪秀全，把他关进了监狱。李梦群奏请上级顾元凯，打算杀掉洪秀全，而顾元凯始终不同意。有一天，官府递解洪秀全的时候，刚把他押出监狱大门，突然就冲上来一群百姓劫狱，救走了洪秀全。当地的百姓能冒着生命危险营救洪秀全，可见民众对他的爱戴了。那么洪秀全又是怎样的人物呢？洪秀全天赋异禀，自有聪慧过人，花县考同试，少年的洪秀全屡次名列前茅。有一次县试题为天下国家可君也，榜单公布之后，洪秀全再次名列榜首。当时的县官在他的文章上批复道，观其言而知其行，有悬乾转坤之志。洪秀全快30岁的时候，有一天他和友人宋廷珍、黄秀山前往广州城隍庙，像是李先生为他们3个人算命，说黄秀山终身是个共事，宋廷珍是2榜人物，然而不得善终，洪秀全是个大富大贵之人，不过与功名无分。后来的事实印证了李先生的话。咸丰3年，宋廷珍高中进士，回到花县担任围剿土匪的重任，却在远清县死于非命，真的是不得善终。道光10年，洪秀全被聘为私塾老师，他教导乡民遵守礼义，对男女之别要求很严。洪秀全不喜接近女色，邻村的妇人听到他的名望，想要见他一面，
他也不会接见。洪秀全行事方正严肃，就连坐姿也很威严，向来是正襟危坐，从不翘腿，不俯不仰，也不斜视左右。即便坐上几个小时，外人从他的脸上也看不出他的疲倦。他行走的时候步履庄重，目不斜视，也不反顾，所以乡民都很尊敬他。少年时代每次花县同试，洪秀全都是名列前茅。可是呢，每到广州考试都考不中。人们说呀，是因为当时的科场昏暗的缘故。洪秀全落榜之后，就在乡间教学，也再无益于功名。有人曾经邀请他一起去考试，洪秀全写了一首定乾坤诗：龙潜海角恐惊天，暂且偷闲月在渊。等待风云齐聚会，飞腾六合定坤乾。这首诗气势磅礴，充满了帝王之气。人们不相信小小的花县能出一位顶天立地的帝王。那位李相士身怀奇术，提前预知了天机，有意协助洪秀全，就叫他占卜术。凡是乡民遇到疑难事，就会请洪秀全帮助解决，所以每次占卜结果精准，应验如神。道光16年，广西各地瘟疫流行，洪秀全让百姓取符回家，贴在门楣上。这说来也很神奇，凡是贴符之家，真的免除了瘟疫。远近的乡民，不论贫穷富贵，都心甘情愿地归属他。所以当洪秀全落难的时候，这些百姓甘冒危险，也要劫狱救走洪秀全。咸丰元年，洪秀全创建太平天国，孙中山称之为洪朝。洪秀全被当时的人尊称为大道真君、圣主天王。短短几年，太平军发展迅猛，势力滔天，几乎攻下了大清的半壁江山。1853年3月，天王洪秀全率领太平军攻下了江宁，建权登基，改称江宁为天京。从此征战2年多的太平天国修成正果。太平天国与大清一南一北，各自坐拥半壁江山，隔着一条长江，划分南北疆域，成鼎立之势。而这场声势浩大的反清起义以及太平天国的出现，竟然被唐朝奇书《推背图》提早1000多年超前剧透了。在我们的节目中多次提到《推背图》，其预言之精准，令后世瞠目结舌。还没有看过前期节目的朋友请出门转个弯，看一看我们先前的节目。我们先说推背图是如何预言太平天国的。推背图第34项，谶语曰：头有发，衣怕白，太平时王杀王。谶语后面还有几句宋词：太平又见雪花飞，五色章程里外衣。洪水滔天苗不秀，中原曾见孟全非。推背图说的是言简意赅，描述也很形象。谶语说的头有发，太平军反对满清的剃发习俗，全都解开大辫子留长发。衣怕白是说那些来自广西的太平军都很忌讳穿白色的衣服。至于太平时王杀王，预言的是1856年发生的天津事变。在这场事变中，东王杨秀清、北王韦昌辉、燕王秦日刚先后被杀。第34项的宋词还点明了国号太平，天王名讳洪秀全。苗不秀指的是太平天国的君臣洪秀全、杨秀清、李秀成，虽然英明，但想做之事终是没有成功。唐朝高人李淳风、袁天罡超前1000多年，就把后世的剧本给透了个底朝天。俗话说无巧不成书，太平天国是大清的死敌，太平军唱衰大清还有情可原，但要是大清自己唱衰自己，那中间的故事可就不是巧合这么简单的了。
道光30年，清宣宗明宁驾崩，道光皇帝的第4子奕主即位，是为清文宗。清文宗刚登基，龙椅还没坐热呢，年号也没定下来。就在这节骨眼上，北京城的孩子们在大街小巷整日聒噪，扯开了嗓门大唱道：一人一口起干戈，二主争山打破头。听听这歌词儿，不像是给新皇帝道喜的，倒像是来挑衅的，不给新皇一点面子啊！这童谣风靡北京，二主争山头还打破了头，有人就开始琢磨歌词了。这一琢磨就琢磨出一场惊天浩劫。原来这童谣一语双关，一人一口起干戈，合起来就是弦字。干戈在古代指兵器，看起来兵戎相见，一场兵祸是免不了的了。二主争山打破头，打破头是一个斗字，这一句字谜的谜底就是正体字的风字。清文宗定下年号咸丰之后，举国上下一看，这不就是童谣中唱的那个咸丰吗？通常对大清皇帝以年号相称，所以清文宗也称作咸丰帝。咸丰帝刚登基就碰上了死对头，洪秀全在广西建立了太平天国，受到世人拥戴，并尊称他为天王了。到了这一步，童谣唱的二主整体轮廓便跃然纸上了。太平天国皇帝洪秀全，大清皇帝咸丰。1851年，洪秀全起兵反清，此后太平军兵锋蔓延了16个省，攻陷了大清600多座城池。太平军气势如虹，横贯满天，持续15年，横扫大清下境。通常的寓言如果只说一个开头，人们兴许意犹未尽。不同的朝代，不同的语言，竟然能互相贯通和佐证，连串成完整的一幅画，道出它的首尾，那就是寓言独有的奥妙之处了。咸丰皇帝的年号预言了二主相争，咸丰之后的继任者，他的年号又将揭晓什么秘密呢？咸丰11年，清文宗在位10年，一直到死都没能打败洪秀全。咸丰一朝为了镇压太平军，对付英法联军，大清的国库早已亏空，国家没银子，解决不了内忧外患。咸丰帝撑不了这么大的局面，竟被摇摇欲坠的帝国大厦彻底压垮了。年纪轻轻的他在31岁这年驾崩了。咸丰帝驾崩之后，嫡长子载惇即位，是为清穆宗。载惇即位不久，就想着给自己定个年号，选来选去，最后定下了同治，所以后人称他为同治皇帝。当时有一首诗记载了改年号这件事儿，说的是一国干戈劲，三台气象新。这个正体字的国字去掉干戈就是一个同字，三台呢是一个治字。诗文点明了同治年号，一国干戈劲，预示着同治年间清军和太平军之间的兵祸会被剿灭。自从天津事变之后，太平天国元气大伤，洪秀全苦撑了8年之后，随着他的病逝，太平天国于1864年被大清所灭。大清铲除了心腹之患，出现了中兴气象，应验了这个气象新。清史稿中评价说，同治在位期间，国运中兴，10年之间，盗贼化平，中外易安。唐朝推背图超前上千年，预言了洪秀全以及太平天国的兴衰成败。在恢宏的预言架构中，我们既是演员，也是这场大戏的观众。如果历史是有安排的，就像众神写好的剧本，演员和观众轮番登场，把神写的台词来个真人过场。那么神写的剧本到底想告诉我们什么呢？欢迎您在留言区发表您的看法。我是雪莉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